您是鲁师傅吧？哎，是嘞。这双鞋子我见过，是不是今年夏天有人找您做的？那个人是谁？不晓得。当时接货的是我老汉儿，他去外地进料了，你后天再过来嘛。2天后，那个年轻警官准时来了，见到了我老汉儿。对的，半年前啊，有个小伙子专门来找我，他非要让我把一双好端端的红皮鞋贴皮成蓝皮鞋，我觉得有点奇怪，就不想接这个活了。哎，结果他给我800块钱的工钱，800块钱要买好几双这个正牌的皮鞋了，一双真鞋子非要让我做成假鞋子。哎，你说他到底图的啥子呢？那个人长什么样？您还记得吗？是个30多岁的小伙子，戴个墨镜，长相啊没看清楚。身高呢？身高，哎，你站起来，有我儿这么高嘛，1.75米左右，留个平头，说话啊声音有点哑，手臂上有3个烟洞。烟洞就是烟头烫的粑粑。这个人就是破解630案的关键人物，很有可能就是真正的凶手。还是老规矩，咱们2头堵，我留在园龙里继续打听，你去分局还有各地的派出所找找有没有相关有价值的线索。这不让我大海捞针吗？要是有指纹，我还可以去数据库里找一找，但是手臂上的烟疤怎么问啊？我觉得冉叔叔当年肯定也是这个情况，否则早就把这个人给抓了。
你再感觉感觉，要是你冉叔叔，接下来该往哪儿查？哎，小韩，是我。那个，等会儿，等一下，我和你说。眼睛都看花了，也不晓得哪个神经病出的题，原来我这个正常人。梁叔叔，你看那么多东西不烦吗？耶，谢谢冉警官喽。你说你来就来嘛，还带那么多东西来爪子嘛？快过年了嘛。不过冉警官呐，你问那个叫姚星辰，哎，我确实没得啥子印象得了，也没听姑父、萌萌他们提起过。姑父和萌萌他们都走了5年了，警方也通报了，凶手不是都死了吗？咋个这个事情还没翻篇呐？找不到真相，哪那么容易翻篇啊？就算我走了，一样会有别的警察继续查。啊，对了，你再帮我好好想想，当年冉警官对你讲了什么，问了什么，啊？我记到冉警官在我这里打了个电话，他喊别个2个字的啥子强。强？马强？是马强吗？哎，对，就是马强。哎，马强，你稍等我一下啊。马上。哎，好了，你现在可以传了。冉警官，除了97年和02年的，其他的都要吗？对，那2年的我都有，其他年份的住户名单，麻烦都发给我。好，马上。老汉儿，内网和互联网我都已经搜了一圈了，各种各样的姚星辰，要么不在喂养，要么和鲁师傅形容的不一样。你那边有什么线索吗？徐萌的家属不认识这个人，我还问了苏玉芝和丽丽，他们也不知道是谁。口是你钱大军，又断电，老子明天。老汉儿，袁龙里今天没出什么事吧？钱大军闹没闹？钱大军早就没影了，昨天晚上砸完窗户，都等着跟他算账呢。哎，幺儿，你明天先上班啊！我这发现什么线索再跟你说。哎，喂，老汉儿，龟儿子。哎，马强，胡总，我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不接呀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胡总，我这一晚上一直跟我们钱总在一块儿，我不敢接噻。你有啥子指示？03年除夕的前一天晚上，冉警官有没有给你打过电话？啊，这都那么长的时间了，哪个能记得住啊？就是小冉走的前一天。啊，有印象了。当时冉警官给我打了个电话，
要了袁龙里历年的租户名单，后来还特意来无意找了我一趟，还给我带了年货。哎呀，谢谢咱警官，太可悲了，你还惦记着我们。哎呀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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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过年了嘛，你们平时也辛苦了。嗨，我们那点工作跟你们的工作那根本没办法比噻。对了，你印象里袁龙里有没有一个叫姚新成的人？姚新成。有一年，我安排装修楼道，找了个亲戚接工程，没想到质量出了问题。有个住户半夜爬楼的时候滑到栓锁，我就想亡羊补牢嘛，就重新装修下楼道。但是手里都没得钱嘛，我就偷偷的从物业耗材里搞出来一些材料，在地下车库建了个挖棚存起来。任警官，你到地下车库做啥子呀？我就想等存够了再找人来重修。你说他让那么多水泥做啥子嘛？哎，那个水泥得有100斤呢。结果那年7月的时候，我最喜欢抓耗子了。小何，你慢点儿。小何，冉叔叔，这地下迷宫太酷了吧？小何，你还是跟我跟紧一点，一会儿真有耗子窜出来。我晓得那个电宝里有颗神虫，还有2条手臂。我当时想过要报警的。你报了吗？大圈儿，你可亏儿子。老汉儿，哪个是你老汉儿啊？袁龙里的房子啥时候卖出去？快了，快了！快个屁！老子都听说，那个摩楼吃人，没得人敢做，价钱噼里啪啦往下走。这个时候，小区正在传摩楼吃人的事。我要是报了警，我的房亲戚们的房都莫想再卖出去了。我想了哈，还是决定瞒下这件事。我想找个安全一点的地方，先把东西藏起来，然后再找机会处理掉。小心啊，小何！东西放到鸡窝里头，我怕我舅舅会发现。我就想把它转移了，找个更安全的地方。但是那个雨水桶太小了，咋个都塞不进去，我就只好再换个地方了。回来以后，我发现人头不见了，哪儿都找不着。我就把包埋在了小区后面的小树林。
这房子真正的业主是你吧？贺叔，您搞错了，这是我以前雇主的房子，我只是在这儿住过，怎么可能会是业主呢？那你以前的雇主又是谁呢？园弄里很多人都知道。我说的是真正的雇主，姚百元的儿子姚信成。我说的这个人，你应该知道是谁吧？1996年，姚信成以姚百元的名义买下了这间房。02年，委托你给卖掉。到03年的时候，你又以姚信成的名义把这房子给买回去了，但是一直都没有过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想在业主的名单里留下自己的痕迹。你把这房子砸成这样，白白闲置了12年。你是怕这房子在别人手里，你心里不踏实，对吗？是，我就是不踏实。就在这个房子里，姚百元虐待过我，吴山龙偷窥过我，我恨透了这里，我想发泄，我想毁掉它，不行吗？恨别人可以，但杀别人不行。乔素清，你涉嫌故意杀人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117条规定，请跟我们回警局接受讯问。我杀谁了？你涉嫌绑架杀害徐志红，徐某妇女。编得真够圆的。这套说辞，你处心积虑准备了很多年吧？小何，何警官，我连我失手把我亲妈推下山崖的这种秘密都能主动说出来，采编其他的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对我有什么好处呀？对了，这位警官，你刚才问我的问题，我的确没说实话。97年7月2号，我没在家。那天一早我去了省城，买了条宝姿的裙子，然后下午赶回卫阳给退掉。为什么那么做？为了避嫌，消掉购买记录，就查不到徐某家的那条裙子是姚信成买的，查不到姚信成，也就查不到我。乔素清，可惜你机关算尽，却还是忽略了一件事。你的这套说辞里有一个致命的漏洞。你说徐萌在97年就被吴山龙杀害了，那双鞋是你在02年的时候淘到的，
那为什么在那双鞋里，我们检测到了徐萌的 DNA？ 这个，你又要怎么变？这个我就不清楚了。那个吴山龙那么变态，他做出什么都是有可能的。或许是吴山龙杀害徐萌之后，留下了他的内衣。等他发现鞋架上的蓝鞋，又睹物思人，把内衣塞进了那双鞋里，留下了皮屑。是有这种可能的吧？你当年跟我冉叔叔也是这么编的吗？小冉哥，他当年从来没有怀疑过我，更不会冤枉我。何警官，事到如今，我犯的错我都认，但我没干过的，我一个也不会认。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，再有其他问题，我一概不会回答。乔思清，你是准备顽抗到底吗？你骗了我冉叔叔，骗了我和我爸这么多年，你心里就没有一点点愧疚和不安吗？何警官，小冉哥曾经说过，警察查案要拿证据说话，否则一切都是臆想。这一点，他没教过你。